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99%的普通人可能拥有无数个闪光的点子，但却常常因为不去实践而让这些好点子黯然失色。海伦、凯勒和特蕾莎修女，仅凭借着思考，就在世间留下了不朽的足迹。史蒂夫、乔布斯和比尔·盖茨，难道他们之所以能成为顶尖的 CEO， 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想法吗？不，他们之所以伟大，并非因为他们的知识或想法超群，而是因为他们勇于行动。试想一下此刻的我们，不管面对什么，我们总是倾向于拖延。虽然我们渴望采取行动，但就是无法立刻去做。我想，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。即便是拥有天赋异禀，年幼时就吸引了世人目光的天才，长大后也有很多人只是过着平凡的生活。虽然我们努力学习资产管理，但有很多人最终无法成为成功的投资者。有着出色规划能力却无法取得成果的组织也是屡见不鲜。这些人或组织唯一缺乏的就是执行力。所有伟大的成功都必须通过实践来实现。如果不去实践，就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就。让我们牢记这一点。并且，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绍一本基于心理学的书籍，它将教给我们更多的技巧和思维方式，那就是不再拖延的技巧。这本书是韩国的畅销书之一，由一位影响了超过100万人的心理学家所著。他告诉我们，要想立即去做那些不愉快的事情，我们需要的不是医生，而是技巧。这本书充满了实用的方法，可以立即付诸实践，是一本非常实用的畅销书。让我们从今天开始，学会实践力，改变生活，充分发挥它的作用。今天我将介绍的内容包括以下3点：第1章，设定2个截止日期；第2章，你将成为你所想象的那个人；第3章，最佳时机永远尚未到来，请一定要尽情享受并看到最后。那么，让我们马上开始吧。第1小节，设定2个截止日期。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，然后开始制定各种计划。然而，很多时候，这些计划在开始之前就会消失在记忆中，又或者，有些人开始了却无法完成，结果变得模糊不清。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。在某家公司，对200名员工进行了关于3天打鱼2天晒网的原因的调查，结果显示，43%的受访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明天开始也不算晚，而不是立即行动。他们将拖延的诱惑列为3天打鱼2天晒网的首要原因。你们也感同身受吗？孩子们会在何时完成暑假作业呢？就像您所了解的那样，随着新学期的临近，我们常常会感到时间不够用，匆忙追赶。大学生通常会在考试前1天晚上才开始准备，这种情况我们都不陌生。我们总是拖延到最后一刻，然后不得不全力以赴应对挑战。许多人都会在截止日期临近时才开始采取行动，无论工作的性质如何，这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。根据一项调查，那些没有成功晋升的人往往会找很多拖延的理由，而成功者则会制定自己的策略，不拖延工作。那些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，总是在压力下度过的人，通常都有以下3种行为模式。首先，他们总是很难踏出行动的第一步。这些人有各种各样的理由，有些人因为缺乏动力而不愿意开始，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只有在时间紧迫时才能发挥更好的效率，因此他们会找各种借口来推迟任务，比如觉得还有足够的时间等等。其次，许多人无法完成任务，可能是因为他们太过随意或者有完美主义倾向，导致即使开始了，也无法坚持到最后。最糟糕的情况是第3种，即他们无法开始也无法完成任务。这样的人很多，他们只有在任务临近时才会有动力。那些在最后时刻才有动力的人，如何才能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良好的起步呢？其中一个方法是将别人给出的截止日期转化为自己设定的截止日期。例如，
设定一个提前5分钟行动的时间是一个好方法，不仅要遵守原定的约会时间，还要在自己设定的截止时间上再提前5分钟。这样一来，就能大大增加按时完成任务的机会。如果是为了准备资料，最好在原定交付时间的5小时前完成，然后进行最后的确认。这样自己设定截止日期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然而，或许这种做法每个人都尝试过，也可能有很多人尝试过却不成功。因此，今天我将介绍一种完全不同的截止日期设定方式。实际上，拥有出色执行力的人心中有2个截止日期，一个是完成工作的终止截止日期。但是，拥有执行力的人不仅有这个终止截止日期，还有一个从头开始工作的起始截止日期。只要确定了这个起始截止日期，你的工作负担就会大大减轻。我希望你们尝试一下，但我知道有很多人可能仍然不会去做，所以我也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截止日期是有效的，因为其中蕴含着截止日期所具有的力量的秘密。研究发现，截止日期能够激发肾上腺素的释放，让人们感到紧张和急迫。人类的大脑为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，会释放内啡肽，让我们集中精力，肌肉绷紧，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工作中。就算是在营销领域，只需宣布还剩10分钟可以抢购100份产品，你会发现那些之前不太在意的人们也会兴奋异常，纷纷开始抢购。这就是截止日期的神奇之处，它能够帮助我们聚焦精力，战胜拖延，快速完成任务。而且，研究还发现，最好将截止日期设定在最后一刻，稍稍紧迫一点时间，因为通常情况下，人们倾向于在有足够时间的情况下浪费时间，直到最后时刻才匆忙完成工作。这种现象最早由英国历史学家、社会生态学家兼经济学家加诺斯古德·帕金森首次系统地揭示出来，因此被称为帕金森法则。帕金森法则的一个核心观点是，在制定计划时，应该将所需时间设定的稍微短一些，比充分时间更为有效。很多人都认为，要取得成果就必须投入更多时间。不过，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，并不是因为时间不够而无法取得成果，而是因为时间太充裕而无法取得成果的情况更为普遍。人类是一种会因为有太多时间而过度思考，陷入烦恼，甚至做出错误判断的生物。因此，让我们自己设定一个较短的时间，高效地完成工作吧。这位作者说，当他手头有一本买了却没看的书时，他只有短短的1小时来准备演讲，但却必须在演讲中介绍这本书的内容，所以他自己设定了时间限制，决定在这1个小时内将整本书阅读一遍。尽管他无法读完所有的页数，但这样做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取信息。例如，在早上9点左右，他可以仔细阅读，并着重阅读重要部分。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都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所有的任务。即使花费了20个小时去阅读一本书，也不可能记住每一个字。而花了3个小时读完所有的文字，可能导致重要内容从记忆中流失，这样做就没有任何意义。因此，具备这种意识，在有限的时间内提取出重要的内容至关重要。你绝对不是懒惰的人。从今天起，让我们改变思维方式，迈向新的一步。现在，让我们回到实用的技巧上。设置截止日期时，我们要考虑2个关键的时间节点：完成截止日期和开始截止日期。设置开始截止日期的原因是，人们通常需要确定一个明确的开始时间，否则他们可能会一直拖延，直到截止日期前才开始行动。关于这个开始时间的设定，比如，如果我要制作视频，我会首先考虑完成任务需要多少字数，比如1000字，然后我会将这1000字的任务量拆分成1%，也就是每次写100字。接下来，我会确定在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完成这100字的写作任务。例如，
明天早上起床后，我会先去散步，吃完早餐后在电脑前写100字，完成这100字后，我就可以稍作休息。总之，设定截止日期可以给自己一个开始的动力。通过设定截止日期，我们能够轻松地启动工作，即使不是针对像现在这样的短期目标，这种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。因此，我真诚希望大家能够尝试一下。现在，让我们来总结一下第1章。要点1：人们经常会在有足够时间的情况下浪费时间，直到临近最后才匆忙完成工作。要点2：设定截止日期后，人类大脑会释放内啡肽，集中精力，使肌肉绷紧，全神贯注于工作。要点3：设定结束截止日期和开始截止日期同样重要。在设定开始截止日期时，1%规划方法非常有用，让我们充分利用截止日期，高效地推动工作进展。虽然本书没有提到，但我们也应该注意，过度使用截止日期可能会给大脑带来过多压力，甚至导致崩溃。因此，我们要适度休息，正确使用截止日期。第2章，你会成为你所想的那个人。你们了解自我实现效应这个心理学概念吗？它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思维决定了我们的行动，而我们的行动决定了我们的命运。这意味着你对自己的形象有着巨大的影响，甚至会决定你的未来。当你把自己看作某种类型的人时，你就会开始像那样行动，并最终成为那样的人。也许你会怀疑这种效应是否真的存在，但事实上，通过从童年到成年的研究表明，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差异，那就是那些认为自己具有创造性的人，实际上也确实拥有着丰富的创造力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？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我形象，都在寻找与之相符的证据，都怀着强烈的愿望去实现这个形象。这就是所谓的自我一致性原理。有一个抑郁症患者向我咨询，他说，即使感到快乐，他也会感到内疚。尽管他渴望摆脱抑郁，但为什么他无法接受愉快的状态呢？因为他觉得这与他的自我形象不符。这种矛盾让他无法释怀。事实上，他之所以无法摆脱抑郁，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抑郁症患者。认为自己是抑郁症患者的人比真正摆脱抑郁的人更多。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，我们的思维中也充满了各种自我形象，这些形象会悄悄地影响着我们的行为。因此，如果你想要过着与现在截然不同的生活，只需将自己设想成理想中的那个自己。如果你渴望读更多的书籍，那么就要坚定地将自己定义为每周至少读1本书的人。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有决心的人，那么就要毅然清除头脑中的犹豫不决之念，坚信自己只要下定决心就能实现目标。只有这样，你的自我形象才会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，它将引领你找到与之相符的证据，指引你走向那个方向。心理学家柯林斯通过实验证明了一个事实，在数学成绩这样认为受遗传影响较大的领域中，信念比天赋更能左右成绩。因此，即使是数学成绩，也能通过改变思维方式来取得巨大的变化。让我们从今天开始，坚定地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能够立即着手做该做的事情的人。让我们来总结第3章吧。要点1：自我形象决定我们的行动，甚至决定我们的命运。这就是心理学中的自我实现效应。我们会寻找与自己形象相符的证据，并怀有强烈的愿望按照自己的形象行事。要点2：如果你渴望过上与现在不同的生活，那么只需将自己设想成理想中的那个自己。而且在近年已经被证实具有科学的效力。这并不是简单的迷信。让我们一起去尝试这些方法吧。第3章告诉我们，最佳的时机永远是现在。现在，让我们来讨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：如果你总是将目标推迟到以后再开始，你就永远无法开始，更无法实现目标。为什么我们总是倾向于将应该做的事情拖延到以后呢？
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称为时间不一致现象的原因。所谓的时间不一致现象，就是指相同的任务在不同的时间点会被感觉到不同程度的难度。即使是相同的任务，在不同的执行时间点，其难度也会被感知到不同程度的变化。举个例子，就算是不喜欢学习的人，在晚饭后可能会觉得学习似乎变得更容易了。抽烟者可能觉得戒烟很难，但在新年时戒烟却突然变得容易起来。这种就是时间不一致现象。当我们把计划推迟到以后执行时，我们往往会变得更加意志坚定，即使是一些看似简单的小事，我们也会觉得难以立即去执行。因此，我们总是倾向于将执行推迟到以后。然而，最终，即使我们将任务推迟到明天，一旦明天到来，它就变成了今天，而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摆在了眼前。于是，我们又会觉得任务的难度似乎增加了，于是我们再次将其推迟到明天。这种误以为将难度降低的行为就此不断重复，拖延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，事实上一点都不会得到改善。所以，现在就行动会更好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应该做的事情就应该立即去做。让我分享一个有趣的调查，对富人的生活习惯进行了研究。他们调查了日本国税局的高收入纳税人名单，针对其中的1.2万亿万富翁进行了访谈和调查。在他的调查中，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：收入越高的人，回答调查问卷的速度越快。他们似乎知道，尽快处理必要的事情是更有利的，就像处理一封邮件一样。无论是拖延后回复还是立即回复，所需的精力都是一样的。所以，最好的选择是立即回复，这样在同样的精力投入下，对方会更加欣赏你。实际上，调查显示，富人不仅在商业上，而且在个人生活中都更迅速地回复邮件或信件。当他们从他人那里得到一点帮助时，他们也会更快地发出感谢信。如果有必须完成的任务，立即采取行动并处理它是最好的选择。速度是展现自我与他人的有效方式，也是获取优势的最可靠途径。此外，立即处理任务还有其他好处。首先，能够更有效地处理更为重要的事情，将其从头脑中清除，就像关闭电脑中不重要的程序一样，可以提高处理重要事情的速度。第二，生活会更加自由。如果将任务推迟到以后再做，就必须时刻记住这项任务，这会导致大脑长时间受到束缚，结果，生活的自由度会减少，幸福感也会降低。当然，如果一味地为了讨好而不停地检查邮件，那么工作效率就会大大降低。回复邮件并不是为了追求速度，而是在收到邮件后立即行动，而不是留待以后再回复。这种意识是至关重要的。还有，将想法迅速付诸行动也是成功商业人士的必备技能之一，这是广为人知的。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行动力的方式就是立即行动。就在今天，一旦将某件事情推迟，它就可能永远不会被完成。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刻，没有比现在更适合行动的时机了。不要等待特殊的日子才开始行动，而是立即从今天开始，因为今天就是特殊的一天。人生中最具破坏性的词语就是明天，而最具建设性的词语是现在。那些苦难和不幸的人总是说明天再做，而成功和幸福的人则会毫不犹豫地说现在就开始。因此，明天和将来都是失败者的说辞，而现在才是成功者的关键词。这些都必须深深刻在心中。让我们总结第3章吧。要点1：时间不一致现象意味着，即使是相同的事情，由于时间上的差异，执行的难度也会有所不同。了解这一点的人知道，对于必须要做的事情，尽早处理会更有利。要点2：如果是必须要做的事情，那么立即做出决定并加以处理是最佳选择。速度是最有效的区分自己和他人的手段，也是获得优势的最可靠因素。
让我们牢记这些，努力学习并应用即断即决、即刻行动的诀窍，让我们每天都过得更有意义。今天也许阳光明媚，明天可能就会乌云密布，让我们从此不再拖延，现在就行动吧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